上一次我见到这么多 A4 白纸，还在全网 A4 腰反手摸肚脐。应该说这 A4 纸吧，你看，从腰前到胸前，这是白纸的一小步，是中国人的一大步。我最近有一个感悟，就是作为一个 non-binary 的酷儿，参加一些 supposedly 匿名的活动，我最大的一个困扰就是我的发型也太显眼了吧。女子主义或者是女权开放麦这个形式，对于我来说，它更多像是一个广场，一个 open forum， 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上来去讲，然后讲的时候，大家在底下都会去共鸣、去欢呼，大家非常努力的想要去靠近你，这个是我在其他的开放麦都没有过的一个体验。我今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然后我花了3个月时间找工作，终于成为了一名资本主义的走狗。我说妈妈，我找到工作了，我现在全职做木工，还有就是我是个双性恋。我妈说，哦呦，不得了了呀，你一个搬砖的还想找女朋友啊？女子主义的现场，就是大家太少在其他主流的场合可以听到这些有性别意识的价值观，所以很多时候大家是在回应这种笑话，但是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只有你有了性别意识，你才能够理解到这个笑话的笑点，而不觉得说我被冒犯了，那这个就不好笑。所以我就在想说，我该怎么和他的爸妈介绍我呢？你不要告诉他我是艺术家，你跟他说我是公务员。所以我在6万多张我的照片视频里面，我专门找了一段视频，是我在哥大教育学院读完聋人教育，然后打手语的一段视频。过了一会儿，他的家庭群里，一个 ID 名为心旷神怡的用户回了，他是正常人吗？当然我的对象非常的支持我，他回他听得到，但是其实我非常不满意这个回答，因为他首先他非常的不尊重聋人群体，其次有些人他听得到，但是他不一定很正常。就是你们所有人都坐在一起了，每一个名字都有一个脸，每一张脸都有一个故事，这个东西它非常的有力量，它能够把很多女权主义者团结在一起。上一次我见到这么多 A4 白纸，还在全网 A4 腰反手摸肚脐。应该说这 A4 纸吧，你看，从腰前到胸前，这是白纸的一小步，是中国人的一大步。从这个艺术形式来说，就是它本身是一个相对来说更自由的一个形式。他们穿着防护衣，穿着防护衣，他们穿着防护衣，穿着防护衣。当然口味清零，它只是个个例。别让我开始聊民主、自由、权利。中国是一辆庞大飞速列车，哎，它挂着倒档在警戒。倒车，请注意，我的祖国一直在开倒车，您请注意，倒车来吧，请注意。大家小时候会听到很多这个汽车会倒车，会说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跟大家一起来就是想表达一下对于中国或者全球这样一个倒退的一个愤怒吧。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冲突的人，所以我选择表达方式就是我们来开个玩笑，把这个有可能会引起大家不适的，或者尤其能引起大家深刻思考的问题，用这个形式跟大家稍微唠一唠。言论监管最有效的并不是说他真的有多少人去删评论去控评，而是说他在人的心底造成的这种对恐惧的想象，就是大家并不知道线在什么地方，然后你也不知道什么是能说什么是不能说的时候，其实你的恐惧是被无限放大的。我今年25岁，我来美国已经15年了，在这15年里，
我从一个光荣的少先队员成了一个光荣的境外势力。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当时只有10岁，我总是有很多疑问：为什么我在 YouTube 上听中文歌的时候，评论里总是有使用简体字和使用繁体字的人？而且不出意外，他们一定会问候彼此的亲戚。就通过这个喜剧的媒介，你传递出去的信息，所能够激发的感情是更加强烈的。然后，这个对于我就是，一个自我治愈的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我的朋友谷爱凌说过，在美国是美国人叫中国人中国人，但是对我来说，它没有这么简单。一个家说我是境外势力，还有个家叫我滚回中国。但愿有一天我们都能自由地回家。谢谢大家。